退钱！今天不把这5000块会费退了，老子把你们这招牌砸了！周先生，您先喝口水，消消气儿。咱们当初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1年之内提供不少于10次相亲机会。我这前前后后给您安排了12个女生，怎么能说我们服务不到位呢？12个，你还好意思说？第一个嫌我个子矮，第二个嫌我情商不高，第三个更离谱，一听说以后要跟我爸妈住，转头就去上厕所，然后再也没回来。李姐，你退休前当主任的时候不是挺能干吗？怎么退休了开个婚介所，竟拿这些货色糊弄我？周先生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咱们得讲究主客观规律。您今年39了，学历也不高，月薪刚到平均水平，没车没房。您非要找个25岁以下，身高1.65米以上，工作稳定，长得漂亮，还必须是独生女的。这放眼整个相亲市场，那都是稀缺资源。呸！老子交了会费的，今天少跟老子扯这些主客观条件，不退钱我就天天坐你们门口，看谁还敢来你这儿登记。周先生，你这是耍无赖。我李慧兰当了这么多年主任，谁不知道我最讲原则？你再这样，我可要喊保安了。喊啊，你喊啊，让大家都来看看以前的主任退休了怎么办黑婚介骗钱的。我来啦！哎呀，有客人啊！周先生，那你说说，你到底想见个什么样的？长得漂亮，不用太高，像这位小姐这样的就行。要工作稳定，最重要的是得有气质，穿了绿裙子特别衬皮肤的那种。这女生可是我们这儿的 VIP 会员。周先生，你的意思是？李姐，其实我觉得吧，相亲这事儿也看缘分。你看我这合同是不是快到期了？要不我再续1年？只要能安排跟这种档次的见一面，钱不是问题。续1年，那得再交5000块。续，现在就续，我现在就付。您在这儿扫码。雨桐啊，你先过来一下，我给你介绍个人认识一下。我先去给周先生倒杯热茶。妈，你干嘛让我冒充会员跟那个姓周的聊天啊？那个人一直在给我发信息，到现在都发了30多条信息了，还问我喜欢跑车还是 SUV， 他那点工资哪来的自信啊？哎呀，我的好女儿，你可真是妈的救命稻草。你看看，就是因为你，他这不是又续了1年的费用吗？要是没有你，妈今天这老脸就丢尽了。这是最后一次啊！凯杰要是知道我跑来给你当婚托，非跟我动手不可。而且我们医院里天天加班，我哪有那个闲情逸致帮你陪这些奇葩聊天？知道啦，我女儿啊最孝顺了。等妈妈把最近赔掉的房租赚回来，再带你去吃顿好的啦。请问这里是一线牵婚介所吗？哎呀，先生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您要登记是吧？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，不用麻烦了。我叫沃杰克，这是我的证件跟毕业证书，我想登记一下信息。沃杰克，32岁，硕士学历，教师。哎呀，这条件好啊，稳定，有文化。那你在这边有买房吗？目前还没有，现在是租房，不过有一辆代步车，开了很多年了，月薪刚达到市里的平均水平。平均水平啊，那在我们这儿也就刚刚够温饱。那你对女方有什么要求吗？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也特别真诚。首先，感情要纯粹，不能太物质，我不喜欢一上来就问车问房问资产的女孩。其次，最好是本市工作稳定的女生，像医生、护士或者教师就都很好。最后，长相顺眼就行，关键是3观要正，不能有太多花里胡哨的心思。呵呵，年轻人，你这要求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挺难。现在这女生可现实得很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不图物质，
只看重人品的纯真女孩。理解，那我先把登记费交了。行，你的信息我记下了，你先回去等通知吧。有合适的，我联系你。好的，麻烦您了，再见。妈，这人是不是读书读傻了？月薪不高，没房，开辆破车，还要求女方不物质，工作好，长相顺眼，他怎么不去梦里找呢？这种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我见多了，口袋里没几个钱，自尊心比天还高。等等，雨桐，前面你电话跟我说凯杰骑车刮到人家的豪车，要赔3万块。对啊，我们每个月都要缴很大一笔房贷，发下来的薪水根本留不住，每个月都直接见底，现在到处借钱呢。妈，你手上要是有闲钱，能不能先借我3万垫上？那边催得急。傻女儿，妈的钱全砸在这婚介所里了，现在连下个月房租都发愁，我们现在得想办法多赚点钱才行。哎，刚才隔壁婚介所那个红娘王姐给我出了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她说现在市场上高端婚托可赚钱了，见一面好几百，要是能拖个3、5回，光提成就能拿上万。要是遇上大方的，名牌衣服、包包随便送。雨桐，你看你这长相，这气质，放在相亲市场上，那就是降维打击。妈，你这是让我去当职业婚托？我都结婚了，这要是让凯杰知道的话……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知道？再说了，你当婚托赚了钱，不也是为了帮他还欠款吗？亲母女明算账，妈给你开个高价，见一面提成800，成功续费或者加 VIP 的，我们2、3、7分成，怎么样？你做不做？见一面真有800，妈妈还能骗你不成？你看看刚才走来登记的那个沃杰克，虽然穷了点，但打扮挺干净，也算个高级知识分子。这种人最要面子，只要你稍微使点手段，他绝对心甘情愿掏钱续费。哎呀，你就当是做个兼职，赚个外快，帮帮妈妈，也顺便帮凯杰把这3万块的债还了，行不行？行吧，那先说好，我跟他只见一面，多一次都不行。沃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介绍人说你是老师，平时工作挺忙的吧？还好，不算太忙，我也就刚到10分钟。林小姐，你本人比照片上漂亮多了，真没想到，像你这样在医院工作的优秀女生，也需要通过婚介所相亲。没办法，圈子太小了，而且我这个人比较传统，总觉得外面的男孩子太浮躁。介绍人说你不物质，特别真诚纯真，我觉得这年头这样的男生太少见了。哈哈，林小姐真是过奖了。其实不物质是因为我确实没什么物质基础，月薪在这个城市也就是个温饱水平。你看，今天选在这个地方吃饭，其实是超出我的日常消费能力的。不过为了见你，我觉得很值得。服务员，点单。沃先生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吧？旁边那家面馆就挺好的，你没必要为了见我这么破费。那怎么行？第一次跟这么美丽的女士约会，怎么能吃面条？服务员，这个罗西尼牛排2份，还有这瓶18年份的红酒，另外再来1份仙刨黑松露佐深海鳌虾塔塔。好的，先生。沃先生，这随便点点就好几千了，你这半个月工资可就没了。千金难买寸光阴，更何况是跟林小姐共度晚餐，钱这个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够花就行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契合，物质那都是身外之物。嘴上说着不物质，一出手就点好几千的餐，这不就是典型的打肿脸充胖子吗？行，既然你想装有钱，那本小姐就成全你。沃先生，你真有品味。其实我也觉得，现在的人把钱、房子、车子看得太重了，反而忽略了内心的沟通。林小姐能这么想，真是我的知音。对了，刚才来的路上，我路过楼下的专柜，觉得这条真丝连衣裙特别适合你的气质，送给你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？
这牌子的好几千吧。大牌限量版，这舔狗为了面子真是连老本都不要了。不过既然送上门了，不拿白不拿。只要你穿着好看，它就实现了最大的价值。林小姐，你愿意多了解一下我吗？沃先生这么有诚意，我当然愿意了。那我们下周再约一次。沃杰克，大晚上的你神神秘秘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这江边的风吹得我直打哆嗦。雨桐，背过身去，数到3再转回来。别闹了，你幼稚不幼稚啊？这不就是江对面大厦的灯光秀吗？天天都在亮，有什么好看的？1、2、3。你再仔细看看，现在上面刚出现的那行字。林雨桐小姐，很开心能遇见你，愿你一世无忧，气象万千。沃杰克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这1分钟的投屏费用要抵你2个月月薪了吧？谈钱就俗了，只要你高兴，别说2个月工资，把我那辆破车卖了都值。今天是我们相识1个月的纪念。雨桐，我知道你在医院工作压力大，每天见到的都是生老病死，你总把心事藏在心里，但我希望在我的世界里，你可以永远当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。相识1个月，我都没有注意过这个。徐凯杰今天一大早就为了值班调休的事跟我大吵一架，让我难受了1天。而这个傻子嘴上说着自己工资不高，却愿意为了我们的相识，特意花心思、花钱，把我的名字打在最亮的地方。老天爷，我其实是个骗子啊！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快？沃杰克，你真傻。傻人有傻福，能遇到你，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雨桐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宫保鸡丁，放在保温桶里，还热着呢。我记得你说这是你最爱吃的菜。你连这个都记得？关于你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小习惯，我都拿笔记本记着呢。快尝尝我的手艺。我现在没钱请你去高档餐厅，只能委屈你陪我蹲在马路边吃自己烧的菜。我这心里挺过意不去的，但这个绝对干净卫生，爱心满满。这有什么好过意不去的？高档餐厅吃的只是情调。再说了，这个宫保鸡丁太合我胃口了，你别觉得亏了我什么。雨桐，你越是这么说，我心里越不是滋味。现在的相亲市场上，女生一听说男方没房、开破车、月薪不高，连见一面的机会都不给。可你不仅没嫌弃我，还天天为我着想。我沃杰克何德何能遇到你这么干净、这么不图名利的纯真女孩？沃杰克，你别把我拉得太高，我也只是个普通女人，我也喜欢包包，也羡慕别人有大房子住。我只是觉得2个人在一起，人品比什么都重要。房子车子是冷冰冰的，但人心是热的。这个宫保鸡丁真好吃。沃杰克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万一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完美，我有很多缺点，甚至我还欺骗你，你还会对我这么好吗？小傻瓜，这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人？如果你是骗子，那我心甘情愿被你骗一辈子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的生活只有冷冰冰的学术和备课教案。遇到你之后，我觉得这个城市的风都是甜的。雨桐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想保护你，不仅是现在，还有未来。哎呀，呛到一口辣椒，太呛了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喝点水。雨桐，以后每个纪念日，我都陪你过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要是以后你敢反悔，我就去你们学校教务处举报你，说你始乱终弃。哈哈，那我可不敢。走吧，吃完了，我带你去江边散散步。今晚的月色真美。沃杰克，你走慢一点。那我牵着你，这样你就不会掉队了。哎，手怎么这么冰？我给你捂捂。雨桐，你果然和其他女孩不一样。我看到了你的真诚，你没有嫌弃我的清贫，反而一直体谅我。你通过了我的考验，你就是我这辈子要找的那个不图名利的纯真女孩。至于我的真实身家，等我们领证那天，我会给你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到时候，你就会明白，你的不物质，换来的是整个城市最让人羡慕的偏爱。徐凯杰，我跟你结婚3年多，上班累死，回家还要天天伺候你，你还动不动就对我动手。可在沃杰克这里，我只是跟他说了几句好听的，他就把我当成女神捧着。他怎么能傻得这么可爱？如果可以，我多想清清白白的跟眼前这个傻子过日子。雨桐，
你怎么不太高兴的样子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就是刚刚沙子进了眼睛。别瞒我了，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，还是家里有困难？你告诉我，虽然我能力有限，但只要能帮上忙，我一定尽全力。沃杰克，你别问了，有些事你帮不上忙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根本没有人真正关心我，他们只想要我不停的付出，只想让我赚钱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工具，一个可以随便打骂的玩具。谁敢打骂你？是不是你们医院的领导，还是哪个无理取闹的病患？雨桐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我承认，我沃杰克没什么大本事，在这个城市无权无势，但我有一颗真心，从见你第一眼起，我就在心里发誓，这辈子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邀请你到我的心里游玩一番，那里没有痛苦，只有你。哎呀，你从哪学来的土味情话？酸死了！你笑了，笑了就好。走，我带你去坐过山车，把所有的不开心都甩在后面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的脚昨天崴了一下，现在有点疼。别动别动，我看看，有点肿啊。来，我背你。不用不用，你这身体估计平时连路都不怎么走，哪背得动我？瞎说，我平时在学校天天抽时间跑步，身体好着呢。上来。沃杰克，你衣服都被我的鞋弄脏了。脏了洗洗就行。你要是摔倒了，我心会疼的。雨桐，抓紧我，我送你回去。徐凯杰，你这个垃圾，我天天像个保姆一样伺候你，为了帮你还债出来当婚托，你连一句关心都没有，天天在家里摔锅砸碗，稍微不顺心就对我动手。沃杰克虽然穷，但他把我当宝贝。老天爷啊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开这种玩笑？为什么不让我早点遇到沃杰克？他怎么能这么真诚？真诚的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十恶不赦的罪人。你疯了？你真对那个沃杰克动心了？妈，我没疯，我只是觉得沃杰克比徐凯杰好10000倍。徐凯杰那就是个畜生。昨天我婆婆在房间里翻出避孕药，不分青红皂白就骂我，还说我是个不会生孩子的废人。徐凯杰下班回来，看我跟他妈吵架，连问都不问一句，上来就给了我一拳。你看看我这眼睛，现在还肿着呢。这个该死的徐凯杰，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就说他不是个好人，要不是看他是个医生，我怎么可能把宝贝女儿嫁给他？可雨桐啊，你理智一点，你跟徐凯杰再怎么闹，你们也是法律上的夫妻。沃杰克那小子是个什么货色？月薪那么一点，连个房子的毛都摸不着。你跟着他，以后喝西北风去啊！喝西北风我也认了，至少沃杰克把我当人看。那天我崴了脚，徐凯杰连问都没问一下，沃杰克直接把我背回去的。妈，我真想跟徐凯杰离婚，跟沃杰克过。过什么过？你拿什么过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你是婚托，我们从他身上捞了多少好处了？万一让他知道你不仅结过婚，还是个骗他钱的托儿，你觉得他那个高知自尊心能放过你吗？到时候去法院告我们诈骗，我们要坐牢的。那怎么办？我真不想回那个家。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妈，我上个月忘了吃避孕药，我好像怀孕了。什么？谁的？徐凯杰的还是沃杰克的？妈，你瞎说什么？当然是徐凯杰的。我跟沃杰克最出格也就是拉个手，我想着当托儿总得有底线，可现在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。既然是徐凯杰的，那就更不能让沃杰克知道了。听妈的话，这个游戏必须立刻结束。咱们用老规矩，开个他承受不起的条件，逼他主动退出，这样咱们既能全身而退，他也不会怀疑你的身份。好吧，我发个信息试探他一下。怎么试探？沃杰克，我有个女同事，二婚带个孩子，想重新找个男生过日子，你觉得一般的男性能接受吗？看他怎么回。他回了。雨桐，女孩子有过去很正常，二婚我觉得也能理解，但如果帮别人养孩子，
那就是原则问题，我个人感觉是无法接受的。看见没有，这就是高知的清高，只要涉及原则，他跑得比谁都快。听妈妈的，明天我就亲自去找他，把结婚的门槛提得高高的，让他知难而退。沃先生，今天约你过来，主要是代表雨桐的意思，跟你谈谈你们的未来。理解，您说吧，我对雨桐是真心的，我已经做好了跟他组建家庭的准备。真心这个词，在相亲市场上是最不值钱的。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雨桐年纪也不小了，他家里催得急。他们家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，但雨桐也是从小娇生惯养长大的。你想娶她，有些现实问题总得解决。您指的是房子和车子吧？对，这是最基本的。雨桐在医院上班，天天倒班很辛苦，所以婚房必须在市中心，而且不能是普通的房子，要是精装的洋房，面积不能小于120平。最重要的是，房产证上必须加上雨桐的名字。精装洋房加名字，还有呢？还有彩礼不能少，现在的行情是28万，这笔钱得作为预付彩礼，存在我们婚介所的监管账户里。如果你们最后结婚了，这钱作为雨桐的嫁妆带回去。如果因为你的原因导致这婚没结成，对不起，这属于违约金，1分不退。另外，你那辆破车得换了，怎么也得是一辆 C 级车，还要登记在雨桐名下。理解，这些条件都是雨桐提的吗？这些都是雨桐爸妈的意思。沃先生，雨桐条件这么好，追求她的人从这里排到前面马路。你要是拿不出这个诚意，我觉得你们还是趁早分开，对大家都好。毕竟以你的月薪，确实撑不起雨桐的未来。哈哈哈哈！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拿不出钱你就直说。理解，您等一下，我去车里拿点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本市核心地段的别墅房产证，面积360平，独立车库。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只要雨桐愿意，明天去登记处，随时可以加上他的名字。还有，这是我开的保时捷的车钥匙。之所以平时开那辆破车，只是为了在相亲的时候过滤掉那些只看钱不看人的拜金女。看来，雨桐不仅通过了我的考验，还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结婚标准。你不是月薪普通，租房子的穷老师吗？我确实在学校任教，月薪只是我的基本工资，没算我名下的家族基金和企业股份。我从小父母离婚，我爸为了弥补我，送我出国留学，回国后送了我这套别墅和几家公司的股份。理解，28万彩礼是吧？我现在就给你转账。这……怎么了，李姐？您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啊，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穷酸小子突然变成大家梦寐以求的金龟婿，有点太不真实啊？雨桐呢？他怎么没来？我现在就带他去挑车，只要他喜欢，玛莎拉蒂还是保时捷，随便他选。雨桐他今天在医院加班，再加班。沃先生，这事儿太突然了，您的彩礼钱先转好，我让雨桐回家跟他爸妈再商量商量。雨桐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的别墅离你们医院有点远，怕你上班不方便，我特意在你们医院对面全款买下了这套精装大平层，这里只属于我们2个人。来，为了我们的未来，干杯！沃杰克，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这红酒我就不喝了吧。那怎么行？今天可是个大日子。雨桐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最恨欺骗。我前女友就是一边跟我在一起，一边有跟一个健身教练搞暧昧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发誓，我的真情绝不能再为了狗。而你，不图我钱，只看重我的人品。这杯酒你必须喝。沃杰克，我觉得很晕。雨桐，你怎么了？雨桐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怎么会突然晕倒？你是孕妇家属吧？你怎么当家属的？孕妇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，
还让他喝红酒。幸亏送来的及时，要是引发先兆流产，大人小孩都有危险。怀孕？医生，你确定她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？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？检验报告在这儿，自己看。林雨桐，你看着我，这几个月我们连接吻都没有过几次，你告诉我，这孩子是谁的？是谁的？你说啊。沃杰克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自愿的。不是自愿的，那是谁？谁强迫你了？告诉我。是我们住院部的那个主任，就是那个姓王的胖主任，他利用职务之便，在值班室里侵犯了我。我害怕，我不敢说，我怕丢了工作，我怕你嫌弃我。沃杰克，我是爱你的，我是被害的啊。王胖子，特妈的，你竟然敢动我的女人！雨桐，你在这里好好休息，这个公道我替你找回来。姓王的，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，老子要你的命！沃杰克，你去干什么？你别去，沃杰克。开门，姓李的，开门！再找不到你，就砸了你这间店。行了，哥们儿，别喊了，我都找了好几天了，连个鬼影子都找不到。那李姐平时说话慢悠悠的，跑路的时候比谁都快。跑了，老子交了好几万 VIP 会员费，签了协议，结果跟那个林雨桐才见了2面，连个手都没牵到，就找不到人了。我说要来退钱，结果店门都关了。等会儿，哥们儿，你刚才说你相亲的对象叫谁？林雨桐，是不是长得仙气飘飘，总穿着一条绿裙子的那个？卧槽，你也认识？给你介绍的也是他？何止认识，都是我未婚妻了，我都给他转了10几万彩礼了。他说他是个空姐，天天飞国际航线，忙得很，天天找不到人。手机里的照片拿出来对一下，卧槽，真的是同一个人！骗子！这个林雨桐跟这个李姐都是诈骗犯，把我们当韭菜割呢。我们冷静点，别在这吵了。上当受骗的人应该还有很多，我们回去把各自的收据、聊天记录和转账截图都带齐了，再把这里的受骗人都召集起来。周末我们集体去报案，涉案金额这么大，够他们蹲监狱了。行，听你的，一定要让这2个骗子坐牢。雨桐啊，完了，东窗事发了，他们要报警了，你快来找我，咱们准备，快跑吧！快点，雨桐，把抽屉里的现金都带上，还有那些首饰带上没有？带上了，妈，咱们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？沃杰克去打王主任了，估计现在已经被警察抓了。要是王主任把事情真相说出来，说他根本没碰过我，沃杰克不就全知道了？知道就知道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现在外面那些男会员已经联合起来要报警了，咱们再不走，今天晚上就得在看守所过夜了。最近我们赚到的钱我已经都取出来了，我们带上钱到我姐妹老家乡下隐姓埋名，先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再重新开始。跑！你们想往哪跑啊？沃杰克，你不是应该在警察局吗？你怎么出来了？怎么，很惊讶吗？在派出所里，警察调取了监控，发现你说的那天晚上，王主任根本不在医院。那个王主任完全是个正经医生，他把你们医院那天所有的排班表都拿出来了，而且把你的一切都告诉我了。林雨桐，你根本不是什么纯洁女神，你结过婚的，你老公叫徐凯杰，是个医生，对不对？沃杰克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你的苦衷就是把我当成傻子一样耍。我特么开着保时捷，拿着几千万的资产，像个小丑一样天天哄你开心，我背着你走，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，结果呢，你是个婚托，是个职业捞女，肚子里怀着孩子还出来做婚托骗钱。沃杰克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，我不许你这么羞辱人。你闭嘴，这里面最坏的就是你，林雨桐就是你的女儿吧？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包装成商品，吃完东家吃西家，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沃杰克，你别激动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不是故意的，你知道我有多心疼吗？林雨桐，我再问你最后一句，这几个月里，你对我到底有没有过那么一丝一毫的真心，哪怕只有1秒钟？她怀着孕呢，你别逼她。老太婆，你走开，我要跟她好好谈谈。我不走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要敢动我女儿一下，我就跟你拼了！妈，你别说了，我杰克，你冷静一点，有话好好说。好好说，呵呵，我跟你们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不是喜欢钱吗？不是喜欢玩弄别人的真情吗？那你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，你们谁也别想走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别冲动，钱我们退给你，礼物我也退给你，我们把钱都还给你。一切都晚了。喂，警察局吗？杰克，你干什么？你别打呀！警察先生，我要报警，这里有一个特大婚恋诈骗团伙，涉案金额巨大，犯罪嫌疑人李慧兰、林雨桐现在正企图携款潜逃。对，我现在就跟他们在一起，我是报案人，我叫杰克，我在这等你们。杰克，你不要这样，你放过我们吧，求求你，雨桐还怀着孩子呢，你别把她毁了。毁了就毁了，我的一腔真情喂了狗，总得有人收拾这只狗吧。妈，你听，是不是警笛声？雨桐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别哭啊，李姐、林小姐，你们听，这外面的警笛声多响亮，今天是世界气象日。今后祝你们母女俩在里面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。欢迎点赞加关注，打开小铃铛，以免错过精彩视频。